魏无羡从床上坐了起来，走到落地窗边，这高层的视野很是不错，借着满街的路灯，居然能朦朦胧胧看到一丝T大校园的轮廓。鬼使神差，魏无羡打了个电话给酒店前台，真不愧是全市最好的5星级酒店。接电话的前台居然一下子就辨认出魏无羡，电话那边的声音虽然疲惫，仍然不失礼貌：“您好，是魏先生吗？”魏无羡声音有点哑，他清了清嗓子，说：“是的，我可能有东西落在房间里了，您方便帮我看一下吗？”他报出了一个房间号，前台很迅速地拨了另一部内部电话，叫人去房间看了。魏先生，房间我们已经打扫干净了，没有看到遗落的物品。你要是方便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明天在酒店里再帮您找一找。不必了，谢谢。魏无羡挂了电话，眯了眯眼睛，窗外的灯光仍然在夜里指引着光明的方向。他张开食指放到眼前，食指空无一物，指尖好似有淡淡的香气缠绕其中。他举起自己的左手，在无名指上轻吻了一下。如果手指上有个戒指，不知会是什么感觉。魏无羡嘲笑了一下自己，摇了摇头，从酒柜里掏出一瓶伏特加，就着冰块倒满酒杯里，一饮而尽。夜晚无星也无月，魏无羡瞪着雪白的天花板，终于睡着了。万恶的周一，财务部长温情惊讶地看着魏无羡顶着2个黑眼圈就来了，他嫌弃地撇了撇嘴，端着一杯咖啡和三明治在魏无羡面前坐了下来。魏无羡正用叉子恶狠狠地插出几根重庆小面，温情咬了一口三明治，快速地说：“魏总，吃面条请用筷子。”啪的一声轻响，一双筷子温柔地从天而降。魏无羡一抬头，新娘子罗清扬穿着一身淡粉色的衣服给他放的筷子。罗清扬看起来心情特别好，她笑着说：“魏总，我下周就要休婚假了，你可要照顾好自己呀。你知道婚礼之后多少妹子想要你的联系方式啊？他们都觉得能为我穿旗袍的老板简直帅呆了呀。”魏无羡挤出一丝笑容，拿起筷子往自己的面条上加了一大坨红色辣椒，正瞥见罗清扬右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毫无样式的简单银戒。他迟疑了一下，还未待他发问，温情就已经一边咬着三明治一边说：“绵绵，你怎么没戴婚戒？有什么习俗吗？”罗清扬笑容在嘴边完全没退下来，他道：“晴姐，魏总也是T大的，这个你可以问他呀。”魏无羡刚吃了一口面条，正竖着耳朵听八卦，忽然 Q 到自己很是疑惑，他吞着面条快速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温情道：“你魏总是个感情白痴，你问他，他不可能知道的。”罗清扬举起右手，看着戒指笑着说：“其实也没啥，可能魏总专心学业，不知道我们这些无聊传闻，就是 T 大一直传闻，要是19岁能收到心上人送的银戒，能一生幸福而已。”温情用手捂住眼睛，说：“你这个结了婚还不马上休婚假的人，赶紧走，不要在这里撒狗粮了好吗？”魏无羡顿觉嘴里的面条不香了，他从桌子前面站了起来，把剩下的面条全倒到了垃圾桶里。吃过了三明治和咖啡的温部长并没有因为魏无羡早上没吃面条就放过他。魏无羡前脚刚进到办公室，后脚温情就带着厚厚一沓材料汇报了公司最近的财务收支情况。讲完正经事，温情干练的白骨精脸上突然放松下来，笑得魏无羡有点后背发凉。“姑奶奶，你又要干嘛？”魏无羡手紧张地抓了抓面前的签字笔。“魏无羡，你要过生日了，你要去送一单快递了。”魏无羡闭上眼睛，无助地想起今年江城过生日时穿着泰迪狗衣服去送快递的样子，一瞬间他突然觉得自己这个公司对待老板的态度是不是太随意了？为什么每当老板过生日的时候，员工不是祝老板生日快乐，而是眼巴巴等着自己老板穿着奇怪去送快递呢？温情站起身，自然而然地把面前一摞材料又往前推了推，皮笑肉不笑地说：“魏总，好好审，有问题随时叫我。”办公室又空无一人了，魏无羡伸出左手，心里又开始无端的思念蓝忘机，没想到 T 大还有这样不靠谱的传闻。那蓝忘机那枚戒指显然是19岁的时候心上人送给他的了，也不知道哪位美女这么好运，19岁的时候蓝忘机还在 T 大读书，这么看这心上人也是 T 大的了。8年不见，
他都已经习惯不再想一个人了，没想到一见面心里的火就以燎原之势烧光了他多年的自以为是。魏无羡无意识地用笔帽敲着办公桌，往昔的时光如潮水扑面而来，直接把他淹没。他想，为什么上周末见面的时候没有问郎忘机要个电话号码呢？说不定还能做朋友，还是算了，人家都有心上人了，说不定都已经结婚了。啊！魏无羡用双手捂住脸，感觉自己简直无法继续投入工作了。魏无羡，江澄啪嗒一声往他办公桌上丢了一摞材料。我靠，这公司最近怎么了？大家怎么都习惯往老板桌子上扔东西？江澄，你怎么不敲门呢？魏无羡抬起头，把自己的头发揉了个乱七八糟。